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伤痕累累的《藏海传2》，原班人马回归，是情怀王牌还是健康赌注？肖战在《藏海传》拍摄期间，曾因高烧39度，仍坚持完成关键戏份，甚至主动向导演申请利用病态演出，为呈现刑罚的真实窒息感。他拒绝替身与借位，任由湿纸层层覆面，直至濒临昏厥。早年拍摄留下的手臂伤疤，在武打戏中再度撕裂，现场缝合7针后未停工休养。如今《藏海传2》官宣原班人马回归，这些敬业细节背后，是演员为角色付出的身体代价。当优酷在2026年5月11日的年度招商大会上将《藏海传2》列为新片单首位，并明确标注原班人马肖战、郑晓龙、曹艺文这个黄金铁三角大概率回归时，全网粉丝的催更弹幕几乎刷屏。网友激动表示：无肖战不藏海，无郑曹不续作，这波稳了。但欢呼背后，一个现实问题悄然浮现：原班人马回归，究竟是保障作品品质与情感连贯性的情怀王牌，还是潜藏着演员状态、健康、创作疲劳等未知因素的风险赌注？情怀的价值，原班人马回归的不可替代性。观众对原班阵容的执着，本质上是对熟悉情感体验的渴望，也是对续作质量的安全感投射。在面临观影决策时，观众倾向于依赖这种熟悉的代表性经验，认为原班回归是质量的最优保障。《藏海传》第一季创下央视收视峰值 2.48%， 优酷热度破万，海外覆盖190多个国家。评分 9.5 的优异成绩，并带来了60多个品牌合作及高额招商金额。肖战饰演的藏海从复仇少年一路逆袭成朝堂大佬，承担了 90% 戏份，以废墟无台词哭戏、密室崩溃等名场面塑造了智性美巅峰角色。导演郑晓龙、曹艺文的美学把控，编剧赵柳毅的权谋叙事，非遗榫卯、明代官服等细节的匠心，共同构成黄金铁三角壁垒。成功的角色塑造绝非单纯的文本输出，而是演员将自身特质与人物内核深度融合的产物。从微表情、肢体语言到角色气场，演员的演绎已构成角色的首演者烙印。这种人与戏的共生关系一旦确立，便成为不可复制的艺术生命体。任何外来者都难以在短期内填补这份空白。风险的显影个体状态与角色塑造的挑战，演员常被默认为可替代资源，但头部艺人项目绑定较深时，延期成为唯一选项。陈妍希右脚跟腱完全断裂的伤势，直接导致其主演的新剧《黑幕》拍摄计划被迫延期。这不仅是一场关于演员康复耐力的考验，更暴露了影视行业对艺人职业健康管理的深层困境。肖战为维持角色状态，主动要求剧组调整拍摄节奏。在《雪夜独行》的名场面中，他坚持穿着单薄戏服在零下5摄氏度环境中反复拍摄，只为捕捉藏海眼中最后一丝光亮。这种对表演的极致追求，让导演最终放弃替身方案，选择让肖战亲自完成所有情绪爆发的关键镜头。更令人动容的是，肖战为维持角色状态，主动要求剧组调整拍摄节奏。然而这种敬业背后是身体极限的挑战。肖战在《藏海传》拍摄期间，曾因高烧39度，仍坚持完成关键戏份，甚至主动向导演申请利用病态演出，为呈现刑罚的真实窒息感。他拒绝替身与借位，任由湿纸层层覆面，直至濒临昏厥。早年拍摄留下的手臂伤疤，在武打戏中再度撕裂，现场缝合7针后未停工休养。这些身体代价在续集拍摄中可能成为不可忽视的风险因素。制作的对策：风险缓解与艺术保障。在影视制作中，
替身一般分为文替、武替、光替、手替等。专业替身演员主要是帮演员去完成一些高难度的武打动作。在影视剧中，正常的使用替身演员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，但滥用替身演员已经让演员的这一职业被不少的观众所看不起，特别是一些流量演员，他们对剧组和自己的职业完全不负责，也让观众很难对他们产生好感。肖战拒绝使用替身的戏份包括15米悬崖坠马戏、3分钟长镜头打戏，以及全程南京方言台词演绎。剧组披露的拍摄日志显示，仅藏海布局天象一场戏，肖战就与武术指导打磨动作细节27次。最终呈现的左手飞身上马镜头被网友称为武侠片教科书级示范。这种自律形象打破了外界对流量明星的固有认知。剧组工作人员透露，他在片场随身携带健身器材，即使高强度拍摄后仍坚持拉伸，连呼吸节奏都在为角色状态做准备。为贴合藏海背负家族秘辛，精通堪舆之术的设定，肖战提前半年研读藏书、青囊经等古籍，并接受传统武术训练。拍摄期间，他每日清晨进行核心力量训练，手掌因反复练习握剑动作莫出后茧。融合的难题新老戏骨碰撞与粉丝审视，老演员与小鲜肉的冲突是什么？老一代的演员伴随着中国的影视文化从无到有，或者是从薄弱到强盛的变化。这种执着的信念俨然已经根植在每一个老艺术家的生命里，并宛如一棵大树在那片没有商业化的净土里根深蒂固。对艺术执着的追求和严谨，一丝不苟的信念加之吃苦耐劳的拼搏精神，成就了一大批演技精湛的老戏骨。而在商业化的今天，有越来越多快餐式培养起来的流量明星，一方面是小鲜肉的美轮美奂，他们逐渐霸屏，成为公众视野里趋之若鹜的偶像明星；而同时，如水上浮萍，谈到演技终觉得根底尚浅。这一切在那些把艺术放在首位的老戏骨来看，这是虚有其表。毕竟演员始终靠的是扎实的演技。藏海传中，肖战的身材管理早已超越外形优化的范畴，成为其职业精神的标签。据健身博主分析，其体脂率长期维持在7%至8%，背阔肌与腰腹线条形成完美倒三角，既符合古代武将彪悍而不失亚态的审美，又与藏海文人皮囊武者内核的人设高度契合。这种身体极细的创作逻辑，让肌肉不再是单纯的视觉刺激，而是角色从蛰伏者到执其人蜕变的核心意象。寻求平衡在情怀与理性之间。续集的生命线在于延续前作的情感共鸣与叙事连贯，而原班人马正是承载这两大要素的核心载体。换人极易导致作品口碑与商业价值的双重崩塌。观众对原班阵容的执着，本质上是对熟悉情感体验的渴望，也是对续作质量的安全感投射。遇刺小仵作2原班人马回归，老粉却集体破防了。硬核探案变古偶发糖，是升级还是变味？老粉锐评，感觉不对了。萧瑾瑜楚楚感情戏大幅增加，探案节奏被发糖拖慢，硬核推理感削弱。我的下饭电子榨菜好像变甜了。变味背后是创作野心的转向，他不在满足于单元探案爽剧，而是在保留仵作细节加势均力敌爱情的基础上，试图深化人物弧光，搭建家国权谋格局。这波是格局打开了，但老粉懵了。成功的续集制作在于制作团队能否以专业和审慎的态度，通过周密的筹备、灵活的制作方案和真诚的创作沟通，在最大程度上呵护情怀的同时，有效管理风险，最终服务于故事本身。《藏海传2》目前看是原班人马加剧本优先打磨，
郑晓龙导演表示不会纯粹为了市场硬拍，这给了大家一定的信心。正如剧中的台词所说，好戏永远值得等待。你觉得演员健康比演技更重要吗？分享你的观点。